给瑞王请安。无双，你可看清楚，这个宝石的主人就在上元宫。回皇上话，千真万确。无双误到上元宫，触及阴密室开关，发现此秘密，无双不敢有半句谎言。皇上，这宝石是我娘生前的遗物，既然有人看见她身在上元宫，这肯定是太后所为。请皇上下旨，准凤卿可以搜查上元宫。皇上，趁哀家礼佛，你竟然私自带人闯入哀家的宫殿，莫非不把哀家放在眼里吗？母后，有人禀报，在上元宫中发现了武帝生母季美人的遗体，请容许儿臣为武帝搜寻上元宫密室。真是荒唐！那妖孽已经死了20年了，他的尸体怎会在哀家的宫中？老妖婆，你不敢让我们搜吗？放肆！你一个异域贱种，竟敢对哀家口出狂言！难道你是想死吗？你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业已过去了，母后，请允许儿臣为武帝做主，搜寻上元宫密室吧。一方面可以平息外界的谣言，另一方面也好给武帝一个交代。好，既然有人不死心，还有人蓄意诬陷哀家，那你们就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妖孽。我明明看到水晶棺就是放在这儿的，怎么会不见了呢？看到了吗？这里有你们想要找的那个人的尸体吗？武帝，瑞王，瑞王，我不想见你。你听我说，你娘真的在上元宫，定是太后把她藏起来了。你要相信我。你无双，你为了令我回宫，你编造了这么大的谎言。那我恭喜你，你的骗局成功了。你得到皇兄的宠信之后，你就继续用你的美貌跟心机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吧。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看到你娘了，就在一个水晶棺中。别提我娘，你要怎么骗我都可以，你就是不能利用她。否则我杀了你。皇上，你从上元宫回来之后，一直就没有歇息过，晚膳的菜都凉了。若是没有胃口，小的给你再弄碗热的阳春面。诺。退下。
哀家很是欣慰，皇上并未把这宫中密道的秘密告诉瑞王。这里是先王建造，不是一国之君根本进不来。儿臣自从登基以来，从未用过这个通道去往上元宫。是以根本不知母后竟藏有如此不可告人的秘密。皇上，今日的戏演得真好。哀家和瑞王之间，你未选择出卖哀家，那是因为朕不知道到底真相是什么，也不知说出来牵连有多大。季美人，她到底是死是活？为何这20多年来一点变化都不曾有，跟朕小时候见的一模一样？你竟然以朕自称，而不是儿臣。好啊，请皇上立马审审哀家吧。母后，一夜之间，你已然陷儿臣于不义。凤卿这样对他太过残忍了。要是他知晓他母亲还在的话，肯定会……他肯定会怎样？杀了哀家，还是会恨你这个从小护着他长大的三哥，站在了哀家一边，做了共犯。儿臣只是想知晓真相。真相？哼！真相就是你的父皇太爱这个妖孽。当年若不是要立他为后，哀家不会出手的。他落于江中，你那痴情的父皇竟然把他找回来，将他放在这水晶棺材中，盼他有朝一日能够活过来。哀家能阻止他出现在蓝宫人面前，却阻止不了他出现在宫中的密室。20多年了，哀家每日都守着你父皇精心为他打造的这刀劈不开火烧不穿的水晶棺材。哀家心痛的都流血。20多年，哀家韶华已逝，可他还却拥有着绝世芳华。你说，哪有人死之后有不老不腐朽之身？他不是妖，谁是妖？母后，当年若不是他抢了哀家的宠爱，夺走了哀家的一切，哀家不会出手。可若哀家不出手，今日的皇上就不是你，而是萧凤卿那个孽种。不会的，母后。凤卿是不会与朕争皇位的。从小到大，他都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朕。真的不会吗？那萧凤卿带回的聂无双身上佩戴的宝石和这妖女的宝石是一样的。哀家敢断定，他跟这妖孽有扯不清的关系。那聂无双，定是大兰的另一个妖后。不会的，那聂无双，他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报妙家灭门之恨。皇上真是长大了，不再需要哀家辅政。天下人都可以骂哀家霸权，唯独皇上不可以，因为哀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若当年不是哀家，你怎能继承大统？怎能顺顺利利当上太子？你不领情就算了，还成天护着萧凤卿和哀家作对，哀家心寒至极。20多年了，哀家每日在朝廷里帮你应付那班权臣，
晚上回到后宫，还要守着这个妖孽。哀家的辛苦，谁能体谅？又有谁能知晓？儿臣不孝。这江山是哀家替皇上争下的，若母子不同心，哀家宁可毁了，也不能落在这妖女儿子的手上。总爱神出鬼没的。明明就很开心，还要忍住不笑。我看是想我了吧？胡说！你不在我还乐得清静呢。这个宝石的主人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他也在这儿，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因为我儿时他救过我，我有好多话想要问问他。我也想找他，但始终找不到。你没找，怎知晓找不到啊？小心！瑞王，我不想见你。你听我说，你娘真的在上元宫，定是太后把她藏起来了。你要相信我。你胡说！你为了令我回宫，你编造了这么大的谎言。那我恭喜你，你的骗局成功了。你得到皇兄的宠信之后，你就继续用你的美貌跟心机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吧。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看到你娘了，就在一个水晶棺中。别提我娘，你要怎么骗我都可以，你就是不能利用她。否则我杀了你。殿下，你在那上面躺着干什么？德顺求你了，你赶紧上来吧。你说你在这种小船上躺着晃悠着，德顺看了这心里面疼啊。殿下，好吧，那你就算喜欢躺在这上面也行，那你总得上来喝口水，吃吃东西吧。自打咱昨夜出了健康城，你到现在还水米未打牙呢。殿下，德顺从小就伺候你。你再这样下去，这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德顺怎么向皇上交代啊？殿下，这就算德顺能向皇上交代，这万一要是聂昭仪问起来的话，那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萧凤清是这么容易出事的人吗？
如若有一日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就告诉我三哥。我欠他的恩情，只有下辈子才能还他。至于那个聂无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这个骗子。殿下，殿下，你去哪儿啊？殿下，你等等斗顺啊！殿下。昭仪不是一直有话想跟朕说吗？皇上，无双令皇上和瑞王去搜查上元宫，寻找瑞王母亲季美人。此事惹得满宫是非，请皇上重罚。这事情业已过去了，朕也未放在心上。聂昭仪也不必太过在意。无双乃是亲眼所见季美人和水晶棺，全是实情，请皇上替无双查个明白。聂昭仪何必执着？若此事不能查个水落石出，那日后个人眼中，无双就是一个制造是非、挑拨太后和瑞王之间关系的罪人，在瑞王心目中，亦是一根拔不掉的刺。可是倘若为了朕，聂昭仪是否甘愿成为这根拔不掉的刺，承担被人误解的罪名呢？朕让无双受苦了。臣杜之初拜见皇上。平身。谢皇上。聂昭仪身体抱恙吗？但凡被皇上宠幸过的妃子，都要由太医把脉，检查贵体，然后才禀告给皇后娘娘。朕跟杜太医有话要说。小的告退。朕想与杜太医之间有一个秘密。你就该学学人家的心计。聂无双比你晚进宫这么久，都已被宠幸，你呢，得的什么怪病？竟然一靠近男子就起风疹，真是无药可救。谁说我这病无药可救了？我已经找到能治我这病的方子了。哦，启禀二位娘娘，杜太医到。臣杜之初参见淑妃娘娘，保洁于。杜太医免礼。自太后和云乐公主在东林寺染上瘟疫后，杜太医因祸得福，皇上非但没有怪罪，还嘉奖了太医术。这都多亏了聂昭仪的灵丹妙药。杜太医，你可否告知本宫，方才你在翠华轩给聂昭仪把脉，她的身体是否有异样？回娘娘，后宫中妃贵体之事，除皇上、皇后之外，其余人等均不得知晓。恳请娘娘见谅，臣不便于透露。同是宫中姐妹，本宫只是关心一下，没想到杜太医竟如此拒人千里。杜太医，听闻你家杜若近日去了太医署，给你当助手，想子承父业。犬子自幼立志子承父业，要悬壶济世，学得臣的一些医术，现下却是在太医署听差。本宫听闻，杜太医的公子生得甚好，皮肤细嫩，明眸皓齿，身姿秀丽，风度翩翩，比那未出阁的大姑娘还水灵呢。臣中年得子，养得确实有些娇惯，是有些儿女之态。杜太医，
你可有听闻，而今边防军情紧张，我可听说杜公子最大的心愿是做名太医。这太医也是医，军医也是医。本宫想，不如将他派到边疆军中，待他有些军功后，再回到宫中做名太医，如何？臣只有一子，恳请两位娘娘垂怜。那本宫问你，聂昭仪身体如何？皇上真的宠幸她了吗？是。那宠幸之前，是否处子之身？回娘娘，宠幸之前，聂昭仪确实是处子之身。不可能，他不是歌姬吗？怎么可能还会是处子之身？这绝对不可能！本宫了解了。杜太医先退下吧，有事本宫会再传话问你。诺。如此看来，瑞王跟聂无双倒是清白。说来也怪，救了这么个大美人，竟然没有碰，还送到了宫中。不知是否瑞王身体出了状况，还是他有别的癖好？那是因为瑞王不喜欢那贱人。瑞王不喜欢他，难不成喜欢你啊？这妖女就是来破坏瑞王和皇帝的感情的。好了，不要再无风起浪了。皇上从小疼爱瑞王，连是否远离的事都要等瑞王回宫了再商议。他们的感情是坚不可摧的。久辽范蠡，兵临城下之时，你顾相国要辞去相国之职，你的脑袋是想搬家？皇上请息怒，微臣多次犯错，实在是无颜面再担当相国一职啊。臣兵部尚书杨立达有事启奏。顾相国虽有辞官之心，却从未忘忧国事。这几日和满朝官员为了久辽范蠡之事废寝忘食，一同写下了对付久辽的对策。久辽已攻下朔州跟定州。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全都是劝朕出国书，求来原理。皇上请息怒，眼下派人去兰国搬救兵，我们合力抗敌，实为上策。微臣已修书一封，请皇上审阅。若皇上同意，只要在上面盖上印玺，可速速派人送往兰国。这是顾相国在辞官之前送给朕的最后一个礼物吧？顾相国真是心疼朕呀，连国书都替朕写好了，知道朕不好意思去求那个萧凤鸣，要不然这样，朕把玉玺给你，你替朕盖上不就完了？拿去啊！臣罪该万死。你是该死！萧凤鸣刚刚养好拜你所赐的刀伤，你就厚着脸皮写信求人家搬救兵，让他们怎么看我离国，怎么看朕？朕的脸面全让你们给丢光了。说到底，还是你顾相国万死不能辞其咎。皇上息怒，这天下事才是大事，久辽之事近在眼前，忍一忍又何妨？就算朕肯出国书，萧凤鸣肯出兵吗？我大黎的难民把疫病带入兰国，说到底，是谁的私仇祸及大黎？朕倒是觉着，应该将你顾相国的头颅献向兰国，这样能令萧氏兄弟息怒，令聂无双息怒，令妙明湖息怒。皇上，如若微臣的头颅能够让他们息怒，又能保我大黎平安的话，微臣愿意死。你以为朕不敢吗？拿刀来！皇兄，皇兄若是以顾相国的首级献于大兰求援军，耻辱国体。每回朕要处置顾相国的时候，皇妹总是会出现在朕眼前，太奇妙了。请皇兄放心，嫣儿绝不会为了儿女情长而危及国家安危。这一次南下难民疫病之事，嫣儿也有责任。本公主虽自小任性，可绝不闯担不起的祸。向兰国求援的国书，嫣儿另有看法。
说来听听。以顾青红的首级献给兰国，只会让兰国息怒，因息怒而发兵援黎，绝非出自真心。待他日平定久辽之后，内心也必定鄙视黎国。再加上南下的难民，皇兄的声威必定受损。是以这顾青红的首级，并不是最好的求援之路。那要拿什么让兰出师有名？以和亲而出兵，才是两国交好、共抗外敌之举。嫣儿愿为黎国嫁入兰宫。和亲？皇上，这公主要是真能嫁到兰国，那是最好的求援之路。你闭嘴！朕只得这皇妹，朕已失百鸟，再失皇妹，怎么可以？皇兄放心，嫣儿定将百鸟所寻觅的，还有皇兄所要的，全都给皇兄夺回来。燕儿，燕儿，本公主望顾相国唤我嫣儿时，顾相国却总唤我公主，而如今该唤我公主了，你却唤我嫣儿。唉，我和顾相国总是这样的不合拍。哼，顾相国好认真的神情啊！这是本公主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绝非义气。顾相国能辞官，敢舍命，而本公主只是借此来斩断情丝。相比，哪及顾相国狠心？这就是你说的能够令你我都得到解脱的办法吗？是，我解脱不了，我的心变得一片死寂。但当我想到，在我和亲之后嫁入兰国，我会再次见到聂无双，也许我会跟他一起对付你，也许我会跟他再争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兰王萧凤鸣，也许我会和他一直生活在那个永远属于我们的后宫之中，一生斗个你死我活，直至筋疲力尽。一想到这些，本公主又重拾我生命中的精彩了。比起久辽范蠡，朕更担心至尊宝藏所在。百鸟朝凤，到底是否真确呀？请皇上放心，有国师陪伴皇上左右，定会助皇上找到神鸟，而后再追寻至那至尊宝藏，助皇上统一南北。可朕一想到萧凤鸣手中还握着的那半张藏宝图，朕寝食难安。公主就是知晓皇上心结，故甘愿往兰国和亲，到时定会为皇上探到那半张藏宝图的秘密。嫣儿，到底是为了亲情，还是因为爱而和亲？瞒不过朕，朕这个皇妹就是被情所困，因爱而累。朕恐她放下个顾青红，又爱上萧凤鸣，到时候朕要大义灭亲。皇上莫多疑，焦桐定会把皇上这番话好好消化之后，再用有利于皇上的办法告诉公主，还请皇上恩准焦桐陪伴公主出嫁，南下兰宫。焦桐不愧是国师的师妹，总能了解朕意。也不知国师追寻百鸟有无收获。小外小大，清远试过将你们交给鸡、鸭、鹅的娘亲把你们给孵出来，可你们都是拒绝面试，那我只好把你们给放回来了。是不是你们只是像蛋？其实你们本来就是石头。那你们就做这个池塘的守护石，清远有空会来看你们的。小外小大，你们晓得吗？我在梦里的时候，
就梦见过你们发光。我一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整个世间都亮了。我一睁眼就不见了，但我又闭上眼就又有了。我一睁开眼就又消失了。难道凤凰已经出现了吗？原来神鸟在东林寺。但为何仍未现身？莫非还不是时候？或者藏在水中？圣女，你躲藏了这么多年，难道你忍心不保护你的护国神鸟吗？好吃吗？臣弟见过皇嫂。难怪今日玉园的花开得这么美，原来是瑞王回来了。瑞王殿下，才离宫4天，瑞王怎么如此憔悴啊？承蒙皇嫂关心，江南乃是风流之地，歌舞升平，日日笙歌，累一点也是正常的。紫眼在吃什么？要不要分我一点啊？聂昭仪有心了，小的紫眼喜欢吃玫瑰酥，就送来了。瑞王既然来了，就一起做吧。不用了，皇嫂，皇兄还在御书房等我商议是否援离出兵的事。先告辞。那瑞王便陪无双同行吧，正好皇上也在等着他做的玫瑰酥呢。恕雪珂多言，皇后娘娘是故意让聂昭仪跟瑞王一起的。以聂昭仪说瑞王王母仍在宫中一事，后宫妒忌她的人都等着看戏呢。此事的虚实连皇上都不许再提，自然是聂昭仪的心结。只有瑞王不再介意此事，此事才算能了结。我没有骗你，我真的看见了。你想得到什么？我只是期望你不要误会我。有时被误会并不一定是痛苦的，学着好好享受它吧。我自小就活在被误会和误解之中，只有三哥相信我，所以我反倒觉得很幸福。被谁误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哥相信你就够了。我从来都不知晓你放不下的那个女人就是你娘，我也从未想过用你娘来做文章。这些都不重要了，从现在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你好好用心对待皇上。你我之间可两清了，之前我承诺过的、说过的，全都忘了。我希望你也一样，明白吗？明白。无双不会辜负瑞王所望。微臣参见瑞王，聂昭仪。
劳烦杜太医，帮我将这玫瑰酥送去御书房给皇上。瑞王殿下，聂昭仪她这是怎么了？这女人还真是一种无药可医的动物。杜太医，你说说看，这能治吗？这有药医吗？瑞王面色看起来很差，是身体不舒服吗？我听闻杜老太医有一子，4岁能辨百草，6岁熟读医书，10岁就能开方替人治病，12岁就入医馆替人坐诊。本王最近精神恍惚，就给你个机会替本王把个脉吧。瑞王的脉理很快，比一般人快很多。你在这宫中没听过吗？每个人都称本王是妖孽所生的，本王的脉象自然与众不同。来，再把。把到了什么？瑞王气急烦躁，肝性不舒，心结焦虑，恐是什么？恐是心病。何谓心病？求而不得的病，比如说为情所困。你在开什么玩笑？哼！本王玉树临风，才华出众，有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的？何来为情所困？哼！那瑞王是去御书房吗？既然瑞王是去御书房，那为何聂昭仪要把这点心给我？因为本王心情不好，不可理喻。聂昭仪的点心！啊！我的衣箱！啊，以后本王心情不好的时候，少接近我。哎呀，真的从脉理、性格、行为都异于常人，你简直是无药可救！啊，我的衣箱！禀告公主，瑞王回宫了。瑞王是我五哥，我又不是喜欢他，他回宫与我何干？也是。小时候，皇帝哥哥和五哥最疼爱我。我曾经说过，长大以后要嫁给他们，但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我还以为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嫁给他。他们2个人总是作弄我，常办比剑决斗来引我笑。公主好幸福呀！他们2个比剑决斗的规矩是，谁赢了谁就可以不用娶我，每次都弄得我大哭，他们2个就在旁边哈哈大笑。恕秋子大胆，皇上及瑞王要不是公主皇兄，公主会喜欢谁啊？皇帝哥哥跟五哥，他们都玉树临风，潇洒不凡。皇帝哥哥心怀天下，却总是不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谁要每日如菜蜜一样的同他在一起啊？太辛苦了。至于五哥，五哥生性不羁，总会给你一些想不到的玩意儿和惊喜。但是这样的男人总是令女人笑着开场，哭着收场。我才不自讨苦吃。那公主小时候还有想过嫁给谁吗？没有了。哦，但有一个傻瓜从8岁那年起就说，长大以后要娶本公主。奴婢猜到了，是薛统领。一个大男人，正事儿不做，每日只记得童年的无聊事，不是给你捉个小白兔，就是捉个萤火虫，是做大事的料吗？哎，他以后要是再来，你就不用告诉我了。不想他关心的人，每日都来。
想关心的人，偏偏不来。瑞王，您可算是回来了。皇上等了殿下4日了，这几日您离宫，皇上寝食难安，就是担心您呐。是为了是否出兵援黎之事吧？是，太后、薛将军和许大人，还有王丞相，都在上元宫等着。那王太后不怕本王再搜她的上元宫吗？朕只知道，武帝定不会做出为难三哥的事。你呀，走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出家当和尚去了呢。三哥，你想援黎还是不援黎？只要离国不下国书，朕就按兵不动。赞同。但若是援黎，三哥有何部署吗？首先，不能够让王太后的兵马成为离国的援军。万一太后与高阳里应外合的话，我们就会更加被动了。太后和薛老狐狸内力深厚，我就是偏要点他的穴道。到时候我就推举薛弼去带兵，薛明义肯定不会让他的宝贝儿子去冒险的。那咱们就顺水推舟，推举自己心目中的人选。武帝啊，之前你为了朕，为了大兰，被这风流浪荡的名声换来的军费，这一次有用武之地了。三哥，臣弟可是乐此不疲啊！皇上瑞王驾到！平身。孩儿跟武帝拜见母后。免礼吧。谢母后。哀家恐瑞王一去不复还。瑞王不在皇上身边，皇上可一直都在拖延谈论援黎之事。本王个性率真，敢作敢言，就是敢开罪那些大家不敢开罪的人。久辽南下伐黎，一路上势如破竹，已攻下朔州和定州。黎军正抗敌于并州，黎军若能保住并州，此战将告一段落。若被久辽再攻下一城，那黎国的大势必将急转直下。我大兰想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难呢。母后料事如神，我兰军必定未雨绸缪。众卿意下如何？臣以为大兰先按兵不动，待到黎国危如累卵之时，再对黎施以援手，好让他们永世感激我大兰的恩德。黎国尚未从所遭天灾中恢复元气，听闻前方将士军粮已断，全靠抢掠百姓勉强维持。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势必又会有大量的难民涌向南方。那武帝你怎么看？回皇上，黎国尚未向我国求援，毅然出兵相救，有点一厢情愿。况且东林寺的疫情也是黎国难民大量涌入而造成的。黎王是一个不敬天道、不讲信义的人，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有道理。假设求援国书明日就到，今日咱们在这里的商讨也是一样，那咱们就未雨绸缪，然后再衡量各中利害吧。哀家认为，此乃天赐良机。即使黎国真的到了危如累卵之时，也不应该援救。待到与久辽两败俱伤，我们便可坐享其成，一举发兵攻占黎国，将久辽打回北方。真没有想到，黎国如今如此不堪一击。之前欲以结交久辽来制衡的策略理须改变。黎兰两国唇亡齿寒，久辽攻下黎国，历久既衰，北方人民一定会国破家亡。正如薛将军所说，一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涌进南方，到时候就会乱我大兰。朕以为，应当是让他们的军力磨损之后，大兰才发兵援黎。自先帝起就有出兵北伐之愿，久辽替我大兰伐黎，何乐而不为之？母后说的有理。可若这样的话，先帝统一南北的心愿就难以实现了。
如今久辽犯离，我大兰若只是坐山观虎斗，就失大义；倘若离国失亡，那其他外族就会纷纷驻久辽攻我大兰，到时中原就会落入外族人囊中了。皇上言之有理，发兵援黎的确是让我大兰明军美名传遍天下的大好时机。只是我大兰立国数十载，大小战争皆是与中原诸国而战。久辽地处极北酷寒之地，人皆骁勇彪悍，上马为兵，下马为民，全民皆兵。我南方蓝军以步兵为主，恐此去援黎，并不能志在必得。徐将军，你又为何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离国屡败，并非久辽勇猛，老夫愿自率一军入黎，不是老夫夸口，不出3月，必能灭久辽而归。那武帝你怎么看？回皇上，臣弟认为还需等一等，先看离国的诚意。若真的要出兵援黎，臣弟认为薛弼年轻有为，骁勇善战，派他出兵，届时定为我大兰立下功勋。瑞王说的很有道理。那骠骑大将军这个封号，薛弼你就当之无愧了。臣定竭力而行，不负皇上所托。皇上，我大兰还不曾有哪位将军与久辽人交过锋、打过仗，犬子薛弼更无远征经验，恐会事倍功半啊。那我大兰有何人选能够事半功倍呢？有，妙明湖。我大兰全国有谁能抵得上妙将军？熟悉北国的边防，知人知面不知心，一个降将安能委以重任？妙明湖归属大兰，实是明智之举。朕素以仁爱待之，此人忠勇，朕相信他绝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更何况，这次是援黎，并非伐黎，妙明湖可用。皇上，就算此人忠于我大兰，可也难保他只是徒有虚名啊。高阳借顾青红之手抄杀妙家一族，就是忌惮他功高盖主。若是平庸之辈，高阳哪会如此的忌惮？若薛将军有所疑虑，不如一试便知。皇上，不知母后意下如何？皇上是一国之君王，哪有不英明的决定？还是等离国发国书求援再做决定。好，朕意已决，援黎可以，但不急于一时，要等待最佳时机。臣等遵旨。起来吧。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恕罪。哎，起来再说。谢皇上。在宫里没觉着闷吧？朕打算带你去看一看妙统领的新军。皇上。哎，李勉在，去把朕准备好的那套衣服给聂昭仪。诺。写这么多了，这聂昭仪不仅秀外慧中，还写得一手好字。云妃娘娘遇到对手了。皇上和瑞王呢？如太后所料，与往常一样，皇上与瑞王策马去了新军营的后山，看谁先到山顶，谁就是第一。不过听说这一次聂昭仪也同行。哦，果然好兴致，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了。哀家吩咐你的事，办妥了吗？太后，山路崎岖，地形多变，坦途只有一条，只恐走上险路的并非是瑞王及聂昭仪呀。自从搜上元宫后，
哀家原以为可以从瑞王那儿把皇上的心收回来，但是谈论原离之时，皇上想夺回军权显露无遗。如遇险的是他，这也算是天意。哀家还有子衍这皇孙，太后英明，总是能当机立断。二者只能活其一。我看你们兄弟如何同心。把菜换了，哀家今日吃素。诺。三哥，前面就是岔路了，这山路狭窄，不能同行。不如我们分道而行，最后在山顶汇合。无双，前面2条路风景各不一样，你会选哪一条啊？倘若我选择了跟凤青走，那他未来的道路就更加坎坷。朕就知晓，武帝是不会与朕争这个头彩的。你看，刚刚朕在山腰看到的这朵花，它虽生在山外，而且餐风饮露，却出落得如此美丽，让朕想起了你，送与你。朕希望你人如此花。谢皇上厚爱。来。无双，你看到了什么？山，还有姑姑。朕看到的是天下。朕今日看到新君生气勃勃，让朕想起了先帝的遗愿。新君如今锐不可挡，朕统一天下的心愿很快就可以完成了。到时就可以帮助妙统领和你一雪家仇。皇上，一统南北，天下间再无南北之分，无蓝离之分，无战乱，也无流离失所。
朕期望到时你能陪朕再看这锦绣河山。姐姐是在思念皇上吗？皇上心系新军操练之事，和大臣们商议，确实少来了翠华轩。不过姐姐放心，等皇上忙完了，定会来看姐姐的。我并非埋怨皇上不来翠华轩。这是什么？我找了一条项链，正好可以配姐姐那块宝石，姐姐戴上定会很美。不用了，那宝石遗物归原主了。是瑞王吗？宫里人都说那是瑞王娘亲的遗物，谁也不信那是姐姐小时候溺水所得。他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反正我也不在乎。你我虽是主仆，却亲如姐妹，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请姐姐多提防王太后。我听宫里的一些老嬷嬷说，瑞王娘亲被逼跳江时，竟系此事。宫里人都说，姐姐是祭柔桑的妖孽化身。挺好。我一直相信，不是每个女人的一生都充满传奇。宫中传闻说要出兵援黎，臣妾以为皇上午后会去淑妃的辛夷宫。今日朕早上与云妃用早膳，她说的话与皇后说的是一样的，以为朕去了翠华轩找聂无双。看来朕就好似这一局棋子一样，越来越难找到落脚地了。这后宫的嫔妃越多，皇上就越是分身乏术。臣妾只想皇上知晓，臣妾这里，皇上不必担心。臣妾还有咱们的紫眼陪着。还是皇后最能够体谅朕。如今离国跟九辽在并州焦灼，何时出兵，现在还未定。臣妾还有一事，臣妾觉得瑞王早就到了该成家安定的时候，成了家，也许瑞王的心就定下来了，后宫也少些闲言碎语。武帝的脾性你应该晓得，不能勉强。瑞王一表人才，倜傥潇洒，看中他的名门闺秀，只恐是要排着队的。可瑞王总是一副风流浪子的样子，这份风流真是让不少名门姑娘望而却步。瑞王自小漂泊的心，该由一个叫瑞王妃的人来安抚。成了家，瑞王愤世嫉俗之心自会淡化。也许他的缘分还未到吧。臣妾有心撮合瑞王的婚事，只是不知瑞王心中是否已有了意中人。朕比谁都了解武帝，皇后就不必乱猜了。他的终身大事，就交由你这个皇嫂代办就是了。
久辽如今行军粮草还存在问题，示意他们进军离国的时间会拖延。太好了，这样我们大兰援离的胜算就更大了。皇上，瑞王殿下到。皇兄，武帝，你来的正好。方才我们收到边防的刺探回报，说并州一战，久辽因粮草不足，暂且不会出兵攻离。离国如今敌我难辨，示意我大兰也不必贸然出手。所以援离之事暂时可以缓一下。皇上，如今新军营操练正在兴头上，眼下不必出征。皇上打算如何调配？国战虽停，但训练不能止。这对新兵是朕的重器，朕要去新军营给将士们训军，振奋他们的士气。诺，皇兄，臣弟不放心，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有妙将军在，且还在自己的军营当中，武帝有何不放心呢？再则，此前你跟朕说端午快到，是你娘的吊祭，你想在宫中给她凭吊的吗？我娘尸首找不到，连坟也建不了，何须凭吊呢？武帝，不是三哥不帮你，只是时机还没到。皇上御驾新军营督训，那边情况如何？新军气势如虹啊！我们派去的人呢？妙明湖铁面无私，对投靠军营者严加细查，实在是很难插进人手。要是硬来，恐怕皇上也会察觉。果真铁面无私吗？让薛明义收买新军的人。小的遵命。上次断崖办事不力的人呢？太后放心，全都处置了。不过他们临死都言之凿凿，说瑞王走那条山路全是我们的人，是人就绝对不会活着回来。莫非瑞王真的不同凡人？哀家很早就觉着这母子身怀邪术，可这么多年，哀家也观察了，那小子若身怀邪术的话，哀家也不会让他活到今日。他要是真的身怀邪术，第一个对付的肯定是哀家。太后英明。启禀太后，瑞王把院子里的曼珠花全剪掉了。什么？他还说……他还说什么？说今日是他亲娘忌日，是他亲娘让他来上元宫捡这些曼珠花的。他还说，这些本是先帝赐予他亲娘独有的，太后不过是……我可以永远跟我这孩子留在宫中，不再回母心吗？他出生后会跟别的孩子一个模样吗？凤清，娘。娘没离开，娘还在宫中。无双没骗你。娘，你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花？真美。姐姐，这是曼珠花，
是以前先帝让人从异域带回来送给季美人的。只是先帝驾崩，季美人去世，这花被太后移到了上元宫。每年这花盛开的时候，就是季美人的忌日。这瑞王啊，每年都会剪掉这些花来祭奠季美人，所以太后啊，每一年都被他气得够呛。夏兰，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诺。曼珠，果然美得跟你一样，不似人间之花。季美人，为何在你死的那一日会救我？为何把我引入上元宫，让我看见你，却又不让凤卿看见？你可知晓他有多思念你吗？在这宫中，他比谁都孤苦。你怎么忍心看着他一直这样？你刚才在跟谁说话？与你无关，在跟我的救命恩人说话。那不就是我吗？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在上元宫见到我娘的尸体了？你真的没有骗我吗？瑞王不是已经认定我是个骗子了吗？宫里人都认为我聂昭仪手段了得，利用你的心结挑拨你跟皇上之间的关系。瑞王说的没错，我就是在利用你，无论你怎样，都和我没任何关系。你是为了气我才这么说的吧？我才没有。我没事了，你也不许有事。我本来也没事。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这里好冷清啊。当然冷清了。自从我娘死了以后，她的画像，以及跟她有关的一切，就如自焚般的烧了。哼，可能是王太后所为吧。今日是我娘的忌日，娘，我带她来见你了。娘，她就是你救过的妙芊芊。凤卿在救她后，给她重生，改名聂无双。凤卿跟无双，算是在娘面前拜过天地了。什么？什么？跟我拜过天地，有这么委屈你吗？别不知足。谁要跟你拜天地了？我不管你这辈子跟谁在一起，但下辈子，你休想走开。我跟你也算是定下了下辈子的缘分。你不可理喻，难怪别人都说。说我是异类，
我就是异类。我是一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的人。你没事吧？我在想，你刚才跟我拜天地的样子，那么认真。口不对心，你脑袋里想的根本不是这些。那你想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吗？我才不想知道。我走了。无双，你还记得前几日在新军营后山，我与皇兄比试，谁先到山顶吗？当然记得。你去哪儿了？我跟皇上在山顶等了你好久呢。幸好你和皇兄没有选择那条被埋伏的山路，要不然我将失去这世间两个我最放不下的人。什么意思啊？我本以为太后的眼中钉只有我，没想到还有3个。不可能！太后是皇上的亲生母亲。谁会选择哪一条山路？她怎么可能预先知道？唯一的解释，就是太后也在孤注一掷。谁死了对她来说都可以。至于我，与皇上谁能活下来，这全凭天意。那你后来是怎么脱身的？因为我想活着，我还想报仇，我还想回来气你。哎，你要去哪儿？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要禀报皇上。你是要去告诉皇上，他亲生母亲想要把他这个儿子一起铲除吗？你认为他愿意相信吗？哎，你放心，就算我死了，3哥他绝对不会死的，因为我会保护皇上。就算拿我的命……不行，谁都不能死。果然是拜过天地的女人，越来越在乎我了。是，因为你是皇上最爱的瑞王，是无双最讨厌的萧凤清。这世间讨厌本王的女人还真不多了。好，本王就允许你做那唯一的一个。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本王可是约了一位美人来这里跟我赴约，要是她看见你在这儿，那就不好了。消失吧。哪儿来的笛声？回太后娘娘的话，是瑞王在瑶宫传来的哀吟。累不累？每年都闹着一出。你就算是把哀家的花都剪光了，吹再多次笛，那个贱人还是活不过来。每年端午前夕，瑞王定到瑶阁来祭拜季美人，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让嬷嬷好好看看，越长越似季美人了。若你娘还在，看你长得这样帅气，定是非常的欣慰。嬷嬷，我娘真的死了吗？
瑞王何出此言呢？嬷嬷，你认得这个宝石吗？这不是你娘的吗？怎会在你手上？我救了一个离国女子，在她小时候，我娘坠江之日，她溺水被救之后，手里就握着这个宝石。我认为是我娘救了她，驱使她长大之后来找我。就是宫中人人都议论她，说她是妖孽的那个聂昭仪。如果一个人死后，尸体不会腐化，是不是有可能复活？别胡思乱想了，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啊？无双他不会骗我，他说他在上元宫看到我娘躺在水晶棺里。瑞王慎言，有些名字宫中再提起是忌讳。就算皇上厚爱瑞王，那个权倾江山的人也是开罪不起的。你说那个老妖婆啊，我才不惧怕她呢。好啦，嬷嬷，别担心了，我定会尽快把你安排回瑞王府的啊。你有这份心呐，嬷嬷就知足了。瑞王啊，既然帝王之家容不下你，你何不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家呢？皇后娘娘对瑞王的婚事十分关心，今日早晨还召老奴进宫，问起瑞王是否有心仪的女子，看来想给你做媒。那嬷嬷，你是不是把你的名字交给皇后娘娘了？老大不小了，还是不懂得正经。谁要喜欢你呀，谁才是活该呢。不过，真有女子到嬷嬷这儿来打听瑞王的消息，她越是装作不在意，越是对瑞王你朝思暮想。嬷嬷，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我来。你也早点休息啊。